果然还是新的漂亮。客户家之前是双水槽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看你家是不是也这样，反臭反的特别厉害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国小米。准备一下工具，到客户家给他把双水槽拆了，然后换成一个单水槽。呼叫业主开门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个楼都是大平米，绝对都是大户人家。鱼缸的鱼养的不错。走，带大家到厨房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重点工作是在厨房。客户家的水槽呢已经买好了，我们过来负责换。好多业主家都有这么一个问题，看看你家是不是也这样。经常会有业主反馈说，家里面的水槽下面这个柜门是没法打开的，因为打开柜门里面反臭的味道特别严重。这一家换槽也是被这个问题一直所困扰。客户认为说，单槽大槽这边用，小槽那边不用，所以小槽那边的下水管可能时间长了，水然后就臭了。似乎业主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。如果你家用的是双槽，以后可以尝试一下，左右两边都用水，让管道里面不要冲那些死水。业主也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，在购买水槽的时候呢，也对自家的柜体和旧水槽做了一个测量。这样这个活我们也好干，因为长度是良好的。我们这一次呢只裁切这个宽度，把洞扩大到 42.5。之前的水槽宽度比较窄，只有34厘米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把洞口扩大到 42.5。进行裁切呢，我们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。像这个客户家这边只能切2公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有主龙骨，你切的再多的话，主龙骨碍事儿，你这个水槽还是放不下去。其余的部分呢，我们向里边去切，因为里边直到靠墙的地方它也没有任何遮挡。我们只要考虑切割出来会不会影响水龙头的使用，或者影响水盘放不放得下去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切割环节，戴好口罩，戴好眼镜，保护好自己。现场切割呢，我们要加大量的水，因为实验室台面切的时候灰比较大。上一次评论区也有老铁说应该带上吸尘器，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操作起来带上吸尘器根本就不方便，在这些狭小的空间，像这个地方施展不开的。而且像这样的切割机专门是给右手设计的，我一个左撇子用着好难受。操作机器既要保证操作的安全，又要保证切出来平整，还要保证家里雾不要太大，时刻保证足量加水。所以操作切割机呢，新手或者没用过的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切勿模仿，它是具有危险性的。切割机切不到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棱角，要用玻璃钻头给它打掉。切割片的深度由于不够，这个木板是完全没有切透的，所以我们还要借助角磨机进行2次切割。角磨机更是一个不安全的工具，用起来可得小心啊。不过我也不敢用那种传统的木工切割片，我用的这个锯片它是不反弹的，用起来比较安全一些。放进去试一下这个尺寸，和我们的洞刚刚合适。台面上的这些胶呢，帮它清理一下，一会儿我们统一给它打上防霉胶。大家经常应该留意观察，像这些台面的胶如果老化开裂的话，最好是及时打上。如果不及时打的话，那个洗菜的水如果漏下去的话，柜体的木板很快就都发霉了。木板发霉腐烂的话，它就没有承重力了，然后台面就会塌陷，随之呢就是台面的断裂。现在这种盆也算是网红盆了，不过大家购买的时候也要留意，有一些的质量还可以，有一些质量确实很差。花里胡哨的功能也特别多，最终我们要考虑哪些功能用得上，哪些功能用不上。摆设它就是鸡肋，为了就是拉高售卖的价格。不过这个旋钮式开关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通过旋钮控制，然后控制排水，
它是通过旋钮旋转，然后控制这个钢丝绳，拉伸，然后控制排水。功能繁琐，也增大了安装师傅的工作量。安装水槽其实真正的技术活不在上面，而是在下面。真正能把厨下这一块整理好了，然后你打开门看着也舒服。如果乱七八糟摆的满满的都是管子，那看着都头疼。尤其下水管留足够长就行了，多余的可以裁掉，留出多余的空间安装净水器或者储物都是很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给客户打上这个厨卫专用的临近12倍防霉胶，专门针对这些比较潮湿的地方。刚才我们把台面这一块呢多余的胶也都铲掉了，这一块容易着水，所以全部都打上。打胶是个技术活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不断打磨和修炼，现在我的技术越来越高了。而且现在市场上非常缺的一种师傅就是全屋美容打美容胶，所以大家把这个技术一定要修炼好。安装完毕，进入最后的测试环节。这个上面还短一个洗杯器，大家发现了没？这么多不同的出水模式，它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这个大家可以自行脑补。下水管只要走顺了，这个出水是特别快的。听这个声音是不是感觉就非常流畅？好了，我们的活就干完了，老铁们，拜拜。